最后才慢慢形成新的直觉。新的直觉不一定更快，但往往更稳。稳的意思是不那么容易被短期情绪拉走。这本书如果用认知结构的语言来描述，它其实是在谈4种关注点的移动，从结果移到结构，从短期移到长期，从个体移到系统，从控制移到风险。每一次移动都会让人更不舒服一点，因为它都要求你承认不确定，承认限制，承认自己掌控不了很多东西。可也正因为如此，它会带来另一种更安静的自由度。自由度来自于你不再需要用一次结果证明自己，也不再需要用频繁行动对抗焦虑。在工作里，这种自由度会表现在你看待忙碌的方式变了。忙碌不再天然等于价值，价值更常被理解成能力曲线是否上升，是否能留下可复制的成果，是否在增加未来选项。你仍然可能很忙，但忙的含义不同了。忙不再只是熬时间，而更像是在建造一个能让未来更省力的结构。在人际里，这种自由度会表现在你看待付出的方式变了。只看付出的人，很容易在长期后感到委屈，因为他期待付出能被同等回报。看互动结构的人会更早注意到互动是否对等，界限是否清楚，期待是否一致。这不是变得算计，而是把关系从情绪债务拉回互动机制。互动机制更清楚，关系反而更不容易在某一天突然崩坏。在理财或消费上，这种自由度会表现在你看待收益的方式变了。收益不再是唯一焦点，更常浮上来的问题是，这件事的风险是不是可承受，失败的代价是不是可修复，波动出现时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日常秩序。这种问法听起来不刺激，但它常常能减少那种一时冲动、长期后悔的循环。如果把这一切收敛到一个更安静的核心，其实就是少被短期诱因牵着走。短期诱因不只存在于金钱，它也存在于面子、比较、焦虑、社群话题、及时回馈。思维层级越低，越容易把短期诱因当成指令。思维层级往上走一点点，并不是变得更聪明，而是更能在诱因出现时先停一下，让它不要直接接管选择。最后回到书名，财富思维升级，它听起来像是一个很热血的词，但用更冷静的方式理解，它其实不需要热血。所谓升级，不是变成另一种人格，也不是突然得到更好的命运，它更像把视角调焦，从只看眼前的输赢，慢慢看见背后的结构，从追求立刻的确定，慢慢接受延迟回馈的存在，从把一切归因于自己，慢慢看见系统如何影响回馈，从想控制结果，慢慢把重心放到风险与余地。所谓思维升级，不是变得更聪明，而是更少被情绪与短期诱因牵着走。它的作用常常体现在没有发生的错误上，体现在那些被避开的冲动上，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无聊但能长期维持一致性的选择上。当一个人更常站在这样的尺度上做决定，结果往往不会立刻戏剧化改变，但人生会多一点缓冲，多一点稳定，也多一点不必每天证明自己的空间。这些东西很难被包装成口号，但它们往往才是长期差距真正开始拉开的地方。